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7月27日新闻头条：美拟受埃及防空系统，沙特警告以色列，中国协助伊朗重建导弹项目，伊或对以先发制人，以美或对哈马斯升级行动，伊黑客入侵美军承包商。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空袭南黎巴嫩。以色列国防军空军在北方司令部的引导下，于昨日空袭并消灭真主党拉杜安部队的关键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海德尔·阿布德，他是该部队某营的行动负责人。此次打击还包括一名负责火炮的拉杜安恐怖分子，地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德巴阿勒地区。二人当时正企图重建恐怖基础设施，并策划针对以军与以色列国家的袭击方案。这些活动被视为违反以黎之间的协议谅解。以军强调将持续采取行动，铲除一切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敌对势力。川普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人质家属基斯与阿维娃·西格尔等会面后表示，这些家庭因哈马斯所承受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强调，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哈马斯必须释放所有剩余人质。以美或对哈马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川普与卢比奥达成共识，认为哈马斯无意达成人质协议，而是故意拖延，以迫使以色列无条件停战。据阿米特·西格尔报道，三人近日通话后决定支持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可能在卡塔尔对哈马斯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或要求引渡，理由是其犯下战争罪，屠杀超1200名以色列人及数十名美国公民。此外，还讨论了若人质不释放，将威胁征用土地或将哈马斯流放。川普与卢比奥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采取战略转折行动。西格尔指出，外界关于哈马斯愿意停火而以色列出于政治目的拖延战争的说法纯属虚假，即使是反对派如拉皮德与贝内特也不可能接受完全撤军、不设安全缓冲区的要求。若此次联合声明不仅是谈判筹码，而是战略转折前兆，以色列或将进入战争新阶段。与此同时，哈马斯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名官员称，哈马斯已下令战斗人员，若以美军尝试营救，必须处决人质。拉法反哈马斯武装领袖发声。位于加沙南部拉法的武装组织首领亚塞尔·阿布沙巴布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东拉法地区战后秩序恢复，无伤亡，无爆炸隐患，无饥饿，可安睡。他强调，这不应是例外，应成为加沙常态。大多数加沙人不支持哈马斯，但他们害怕。他呼吁在更多地区设立独立区，以恢复和平。以色列与阿联酋、约旦合作空投援助。以色列于27日凌晨协调恢复对加沙的空投援助行动，由以色列空军、以色列国防部协调联络局及国际组织共同执行。空投包括7板面粉、糖和罐头食品等基本物资。同时，以军宣布设立人道通道，允许联合国及援助组织车队安全通行，向高密度地区民众运送食品和药品。为保障安全，以军将在部分交战区域实施临时人道停火。以军确认将为阿联酋与约旦提供8小时临时停火窗口，支持其对加沙进行人道空投，并表示将视需求定期重复此类停火。过去一周，已有250辆援助卡车卸货，另有约600辆已由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分发。以色列国防部协调联络局正协助加快其余卡车的分发工作。此外，以色列在政治授权下，联合以色列电力公司
将凯拉电线接入加沙南部海水淡化厂，提升日产量从2000立方米至约2万立方米，服务近90万居民。以军强调加沙饥荒说为哈马斯制造的虚假宣传，表示食物分配责任属于联合国及援助组织，呼吁其提升效率，防止物资落入哈马斯之手。尽管开展人道援助行动，以军仍将持续在加沙执行军事任务，摧毁哈马斯恐怖基础设施，营救人质，并清除地面与地道威胁。以海军拦截汉达拉号，阻止其驶向加沙。以色列海军于27日凌晨0点在加沙近海拦截汉达拉号维权船只，该船试图突破对加沙的海上封锁。该船由自由船队联盟组织，自本月初从西西里出发，声称携带人道物资，并意在引发国际关注。接近加沙水域时，2艘以色列海军舰艇和1架无人机接近该船，船员随后转向南下，沿埃及海岸航行。尽管未进入埃及海域，组织者表示，若局势升级，将请求埃及海岸警卫队允许紧急入境。船上共21人，包括医护、记者、议员及人权活动人士，携带婴儿配方奶粉、食品和药品等援助物资。以军靠近时，船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发出求救信号，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此次行动是继6月马德琳号被拦之后的又一尝试。组织者称，汉达拉号比马德琳号更接近加沙，且始终未驶出国际水域。以海军最终成功阻止其靠岸。自由船队联盟称，行动为和平抗议，呼吁国际社会施压，解除封锁，允许人道援助自由进入加沙。英雄士兵阵亡，阿米尔·萨阿德22岁，来自米亚努奇贾特；伊农·努里埃尔·瓦纳20岁，来自基尔亚特提冯；贝扎勒尔·耶霍舒亚·莫斯巴赫32岁，来自阿夫内埃坦，在加沙战斗中阵亡，后者因8天前所受重伤去世。愿他们的家人在西安和耶路撒冷的哀悼者中得到安慰，愿上帝为他们的血报仇。叙利亚德鲁兹冲突再起，苏维达地区再传德鲁兹战士与政府军冲突，相关视频证据已流出。伊朗动态，沙巴特期间，伊朗西部萨尔达什特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遭武装人员袭击。伊朗北部吉兰省民众因缺水缺电上街抗议，高喊水电生活，我们的基本权利等口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在战争前，以军摧毁了伊朗约 50% 的弹道导弹库存，共3000枚及 80% 的发射装置，共500台。伊朗获得苏35战机。伊朗高级官员表示，本周已从俄罗斯接收苏35战机。伊朗空军将很快开始保卫国家，并推进如导弹部队一样的现代化进程。黑客入侵美军承包商。伊朗黑客渗透与五角大楼相关的私人承包商，该公司负责海湾地区美军后勤管理。据悉，德黑兰已掌握无人机航线与军火库存数据，暴露出美国防务后勤系统严重漏洞。以公民设为伊朗间谍被起诉。天空新闻阿拉伯证实，一名具伊朗血统的以色列公民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并起诉。他曾在土耳其与伊朗特工会面，并提供无人机飞行路径及以军基地攻击计划等敏感情报。以色列总检察长已对其非法接触伊朗特工行为提起诉讼。中国被指协助伊朗重建导弹项目。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基尔·莱特警告，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协助伊朗重建其弹道导弹项目。
该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对德黑兰武器扩张的进一步关切。拟对已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情报显示，伊朗正筹划大规模攻击以色列。一名消息人士称，若属实，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打击伊朗。亚伯拉罕协议或扩张至10国。川普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称，亚伯拉罕协议将继续扩展，不排除年底前将有约10国加入。美国拟售埃及防空系统。美国正推进一项价值47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案，向埃及出售防空系统。该案即将提交国会审批。泰柬边境冲突升级。泰国在与柬埔寨接壤省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戒严。冲突已造成6名泰国士兵、13名平民死亡，另有33人受伤。泰国称，柬军持续推进，目标是控制关键地形。川普表示，正努力促成泰柬停火。沙特警告以色列。沙特向以色列传递信息，要求其不要破坏叙利亚乔拉尼政权的统治。以议会质疑总检察长阻挠任命。以议会成员米尔维茨基被招讯，引发对总检察长政治动机的质疑。该案件为10多年前之旧事，且未引发警方调查。此次讯问发生于其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主席2天后，议员要求议长阻止其任命。联合妥拉党宗教领袖与政治领导人分裂。立陶宛派领袖赫希拉比要求与党首戈德克诺夫的言论划清界限，尤其后者否认国家宗教派的痛苦。拉比要求议员平德罗斯立即澄清，称其言论不代表哈雷迪公众。总结：以色列空袭黎南，川普支持加大打击哈马斯，伊朗筹划先发制人攻击并获苏35战机，中方被指协助其导弹项目，美拟售埃及防空系统，黑客入侵美军承包商，加沙持续空投援助，汉达拉号被拦，叙德鲁兹冲突复燃，多地爆发抗议。沙特警告以色列勿干预叙政权。亚伯拉罕协议或扩至10国。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